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故事精彩的话，也可以打赏请丽姐喝茶。说实话，做了这么多年红娘，我是见过不少让人哭笑不得的相亲故事，有的是因为太过挑剔，有的是因为性格不合。但是像今天要说的这位林小姐，她的要求和理由真是让我这个见多识广的红娘都大开眼界。林小姐是去年经人介绍来找我的，记得第一次见她的时候，她穿着一身光鲜亮丽的名牌，手上戴着某奢侈品牌的手表，妆容精致，一看就是个很爱面子的人。她今年32岁，在广州某银行上班，工作稳定，收入不错，长相清秀，身材也保持得很好。这样的条件在我们这儿说实话真的不错了。按理说找对象应该不难，可是林小姐一直没找到合适的，这让我很好奇。直到真正给她介绍对象，我才算明白是怎么回事。第一次详谈的时候，她就开门见山地跟我说，井号34，丽姐，我的条件你也看到了，各方面都不差，所以我对另一半的要求也不能太低。我想先把话说清楚，彩礼这块必须要50万，这是底线，1分都不能少。34，我当时就愣住了，心想现在这个社会，年轻人压力本来就大，买房买车都不容易，50万的彩礼是要把人往绝路上逼啊！我试着和他商量，井号34，林小姐，50万彩礼在广州这边真的算很高了。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的压力很大，房贷、车贷都井号34。没等我说完，他就打断了我的话，井号34，丽姐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们村里那个带着2个孩子的寡妇在嫁，彩礼都要20万呢。我这条件比他要50万，不过分吧？我在银行上班，总不能找个彩礼都出不起的。那我以后回老家怎么见人？多没面子啊！井号34。听到这里，我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在我看来，婚姻是2个人的事情，是2个家庭的结合，不是用来攀比的工具。但是林小姐似乎特别在意这个井号34，面子井号34。问题把彩礼的多少当成了衡量自己身价的标准。有一次，我给她介绍了一位条件不错的男士，姓张，是个 IT 公司的项目经理。这个张先生是我觉得很不错的一个人选，年纪34岁，年薪将近50万，为人稳重，也很顾家。我觉得挺合适的，就约他们在一家环境不错的咖啡厅见面。谁知道这次见面成了我印象最深的井号34，车祸现场井号34之一。2个人刚坐下，服务员还没上咖啡，林小姐就开始了她的井号34，例行盘问井号34。张先生，我有几个问题想先确认一下。第一，你是打算在广州定居吗？第二，现在有房子吗？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彩礼的事情我要先说清楚，低于50万就不用谈了。34，我在旁边听得直冒冷汗，心想这哪是在相亲啊，简直就像在做贷款面签。张先生听了这话，脸色立马就变了，但还是很有涵养地说，井号34，林小姐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对方，看看是否合得来。至于彩礼这些事情，是不是太早了点？井号34，李小姐却不以为然。井号34，有什么早的？我这是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，我都32岁了，不能再耽误时间了。再说了，就我这个条件，要50万彩礼不过分吧？我们村里那个寡妇34，张先生直接打断了他的话。井号34，林小姐，抱歉，我觉得你把50万彩礼，你这是在找对象还是在做生意？我工作这么多年的积蓄，不是来买一个老婆的。34，这话说的确实有点重，但我觉得张先生说的在理。可林小姐却像被踩到尾巴一样跳了起来。34，什么叫买老婆？这是彩礼，是传统，是面子问题。你要是出不起，就直说嘛，浪费大家时间。井号34，张先生听了这话，二话不说就站起来走了。那杯咖啡到最后都没喝上一口。后来他给我打电话说，井号34，丽姐，说句不好听的，这种把婚姻当生意做的女人，我是真接受不了。以后别给我介绍这种只看重钱的了，我是来找老婆的，不是来被人挖墙脚的。
井号34，这件事之后，我觉得有必要和林小姐好好谈谈。我说34，林小姐，你看张先生各方面条件都很不错，为什么非要一上来就谈彩礼呢？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，感情的事情，慢慢来不好吗？井号34，林小姐却一脸不以为然。井号34，丽姐，你不明白，我这个年纪了，找对象就得把话说清楚。再说了，我这不是为了面子吗？你想想，要是我的彩礼比村里的寡妇还低，我以后回村里怎么见人？我在银行工作，大家都觉得我很有出息，要是连这点面子都挣不回来，那我这些年的奋斗算什么？井号34，我被他这个逻辑给打败了。在他心里，似乎彩礼的多少已经完全等同于个人的价值，面子成了比婚姻幸福更重要的东西。后来又给他介绍了好几个条件不错的男士，可每次一说到彩礼的事情，都是以谈崩告终。有的男士直接说他太俗气，有的说他把婚姻当成交易，还有的干脆直接说他是拜金女。每次相亲失败，他都会说井号34，现在的男人怎么这样，50万彩礼都出不起，还想找老婆。34，但他却从来没想过，那些被他气走的男士们，或许当中就有真心想和他过日子的人，可惜他太在意面子，太在意别人的眼光，反而把自己的幸福给耽误了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上个月那次相亲，我给他介绍了一位做外贸生意的王老板，40岁，离过一次婚，但是没有孩子。这位王老板是我觉得最有可能和林小姐谈成的一个，他家里条件确实很好，为人也大方，最重要的是性格比较温和。林小姐一听说对方是老板，马上就来了精神。见面那天特意做了个发型，化了精致的妆容。刚开始聊天的时候，气氛还不错。王老板谈吐不错，聊了很多他在国外做生意的见闻。林小姐也听得很认真。我心想，这次应该有戏。可是才聊了不到半个小时，林小姐又开始说到她的老话题，井号34。王老板，我想事先跟你说清楚，我这个条件50万彩礼应该不成问题吧？我跟你说，我们村里那个井号34，没等他说完，王老板就笑了。但这次不是之前那种礼貌的笑，而是带着一点无奈和嘲讽。井号34，林小姐，我今天是诚心来找对象的，但是听你这么说，我觉得我们可能不合适。我不是缺这50万，我是缺一个真心过日子的伴侣。井号34，说完他就站起来要走。临走前他还对我说：“34，丽姐，你也是好意，但是这样的相亲真的浪费大家时间。”井号34，林小姐还在那里不服气。井号34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看不起人是不是？我这个条件要50，我这时候实在忍不住了。井号34，林小姐，你自己想想，你每次见面都把彩礼挂在嘴边，会让人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？婚姻不是做生意，不是谁给的彩礼多就嫁给谁。你这样把村里的事情拿来比较，最后受委屈的是你自己呀。井号34，林小姐被我说的愣住了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井号34，丽姐，我也知道我可能说话太直接了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我们村里的人都在等着看我笑话呢。我在银行上班，大家都觉得我很有出息。要是我的彩礼还不如村里的寡妇，我以后还怎么回家？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肯定会在背后说闲话。”井号34，听到这里，我突然明白了，原来林小姐的高要求，与其说是真的在乎那50万，不如说是在乎面子。在她心里，彩礼的多少成了证明自己价值的标准，成了她在老家亲戚面前的尊严。这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另一个女孩子的故事。那个女孩子也是条件不错，但是因为家里催得急，就找了个彩礼给得起的人，结果婚后过得很不开心。有一次她来找我诉苦，说：“井号34，丽姐，我现在特别后悔，当初要是不那么在意彩礼，可能现在的生活会完全不一样。”井号34，我把这个故事讲给林小姐听，她听完沉默了很久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她说：“井号34，丽姐，其实我也知道我这样可能太极端了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每次过年回家，那些亲戚们第一句话就是问我找对象了没有。
然后就开始说村里谁谁谁结婚要了多少彩礼。我真的受不了那种眼光。井号34，我理解他的压力，但还是要说井号34，林小姐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正是因为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，反而让自己失去了很多机会。那些因为彩礼的事情被你气走的男士们，说不定当中就有真心想和你过日子的人。34，最近这段时间，林小姐经常失眠。她说她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太在意面子了。前2天她给我打电话说，井号34，丽姐，我想明白了，与其找个彩礼高的，但是婚后过得不开心，还不如找个真心对我好的人。我决定调整一下我的择偶标准了。34，听到这话，我由衷的为她感到高兴。在这个城市里，像林小姐这样的女孩子其实不少，她们在外打拼，要面对工作压力，还要承受来自家乡的异样眼光。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，她们有时候会把彩礼当成衡量标准，却忘了婚姻的本质是2个人的相守。这几天我又收到了几个男士的资料，都是条件不错的，但这次我决定先不急着给林小姐介绍，让她好好调整一下心态。毕竟找对象不是做生意，不是简单的看看条件配不配对，2个人能不能过到一起，更重要的是3观是否一致，是否能互相理解包容。说起来，这些年做红娘，我见过太多像林小姐这样的故事。有些人太在意面子，有些人太在意物质，到最后反而耽误了自己。其实啊，找对象最重要的还是看2个人是否真心相爱，是否能互相体谅。彩礼再多，也换不来真正的幸福。面子再光鲜，也抵不过柴米油盐的温暖。现在林小姐说，她想重新开始，不再那么执着于彩礼的事情，我由衷的为她感到高兴。希望她能明白，真正的幸福不是别人眼中的光鲜，而是2个人携手一起温暖前行的日子。过去这1年，我给林小姐介绍过不下10个条件都不错的男士，但都因为彩礼的事情告吹了。现在想想，与其说是这些男士配不上她，不如说是她给自己设了太多不必要的条件。好在她现在想明白了，我相信以她的条件，只要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执着，一定能找到真正适合她的另一半。作为一个红娘，我真心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，但是幸福从来都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。比起50万的彩礼，2个人之间的真心更加珍贵。希望每个在寻找另一半的人都能想明白这个道理。毕竟，婚姻不是一场攀比，而是2个人的相濡以沫。